Hello，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Valadium 的频道，我是 Kelvin， 我是 Henry， 我是 KK。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发现到的一个 Hidden Gem。在介绍之前，我在这里声明，今天的影片不包含任何的投资建议，大家要投资之前请做足功课。在介绍之前，我们必须得说，我们真的有特地去找这个 project 的制作团队了解过这整个 project， 最后也成功的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些 giveaway。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记得看到最后哦。今天我们要介绍一款新的 NFT 游戏，叫做 Icons of Theia， 我会简称它为 IOD。现在的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low quality 的 NFT 游戏，这些游戏通常都会 advertise 自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赚取大量的金钱来吸引玩家。通常这些游戏都是不 sustainable 的，这是因为游戏本身不好玩，大部分玩家加入都是为了赚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玩家会觉得无聊，然后就退出游戏，导致游戏币的需求减少而开始跌价，而且很多玩家也会因此而觉得这个游戏不赚钱了，就会自然而然的退出。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这些游戏过不久就会倒了。IOD 就不一样，在看了他的 white paper 和跟他们的 co-founder 谈了之后，我们感受到制作团队满满的诚意。Instead of tokenomics，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开发这个游戏本身。他们其中一位 co-founder 说过，他们要打造一个 play and earn 的游戏，而不是 play to earn。他想要让玩家在享受游戏的同时赚钱，而不是把这个当成一个无趣的工作。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戏的 gameplay。IOD 是一个 turn-based strategy game， 也就是回合制策略游戏。玩法就好像 Fire Emblem 和 Final Fantasy Tactics 一样，玩家需要像下棋一样，在地图上移动他们的英雄，也就是 icon， 攻击对方的英雄。这个游戏也融入了 MOBA， 也就是 Dota 2、League of Legends 这类型游戏的元素。游戏的胜利条件是需要打爆对方的塔。这个游戏也有像 Dota 2里面的 Roshan 和 Rune 这样的 side objective。完成这些 side objectives 的话，可以获得 buff 或是装备之类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增加我们获胜的几率。这个游戏最大的亮点就是 free to play， 和大部分 NFT 游戏不同的是，我们不需要拥有这个游戏的 NFT 就可以玩 IOD 这款游戏了。它的 free to play 机制是这样的，先要玩这个游戏最少需要5个英雄，也就是 icons。这个游戏会让我们免费使用至少5个 icons。当然，这些可以免费使用的 icons 不是 NFT 来的，它们只是游戏给我们临时使用的角色罢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可以免费使用的 icons 是会定期更新的，也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玩家就会有5个新的 icons 玩。我觉得这个设定非常好，这样可以保持玩家的新鲜感。还有就是可以先让玩家尝试各个 icons 之后，才决定具体要买哪一个。这个游戏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它的 pay to win 成分会比市面上其他 NFT 游戏低很多。在 icons 方面，有花钱和没有花钱的玩家的 gap 其实是蛮小的。首先，氪金玩家可以用到的 icons， free to play 玩家都有机会使用，因为免费 icons 是会定期轮换的。再来就是购买 icons NFT 的价钱和别的游戏的 NFT 比起来是相对便宜很多的。开发团队曾经说过，一个 icons 的 NFT
最低可以以5美金买到。最后就是我们可以用里面赚取的游戏币，也就是 EOD token 购买 icons。这就代表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Free to Play 玩家也是可以解锁所有的 icons 的。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游戏有哪一些 NFT。第一个当然就是 icons 本身咯。这里有一个蛮有趣的 feature， 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些我们觉得有纪念价值的游戏 replay save 在我们的 icon NFT 里面，这会让我们的 icon NFT 更有纪念价值。第二个 NFT 就是 skin， 这个游戏里面的 skin 是纯粹的改变 icons 的外表而已，它是不会影响 icons 的 stat 的。第三个 NFT 就是 sigil，sigil 就是一个可以让我们 icon 戴在身上的一个 buff。一个 sigil 会有3个 components， 第一个 component 就是 inscription， 它就是代表 sigil 的外观。第二个 component 就是 enchant 就是 icons 在游戏里面的 buff， 比如增加攻击力、增加防御力，或者是增加移动距离等等。第三个 component 就是 embed 就是会增加我们在游戏里面的 earning power， 意思就是说，要是我们用有 embed sigil 的 icon 玩游戏的话，我们会得到比别人多的游戏币奖励。第4个也是最后一个 NFT 就是 Sigil Forge， 它是一个用来制造 Sigil 的工具。这个游戏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它有工会和派系战争。现在市场上有这种玩法的 P2E 游戏还不多，主要可能是里面的机制比较复杂，而且对研发团队的任务会加重很多。那么这次 IoT 这款游戏，为了不让玩家只是沉闷的自己玩自己爽，他们为了增加玩家们的互动，真的费了不少的心思。每个玩家都能在游戏里面创建工会，和传统游戏的工会一样，这个游戏的工会是有自己的管理结构的。他们靠工会成员的贡献提升等级，等级越高，能够反馈回来给我们玩家的好处越多。这里还有一个概念，是这些工会都必须选择加入到7个派系的其中一个，然后这7个派系会在派系战争里面互相斗争，来赢得一个叫 Glory 的东西，并用它来抢夺地盘。最后看看在每个赛季结束的时候，哪一个派系的 Glory 最多，就可以获得限定皮肤和奖励。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工会排行榜，展示每个工会在派系战争里面获胜的次数。在排行榜里面名列前茅的工会能够获得丰厚的奖励。这个机制尤其在 P2E 的游戏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工会是不会随着赛季更新而被 reset 的，让玩家在长期投入这个游戏的同时，随着时间推移也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好处。这个游戏里面主要的 cryptocurrency 有2个，一个是 Essence Token EOT， 另外一个是 Crystal Token COT。 这里我再一次就是借用 Axie Infinity 来做参考啦。 EOT 基本上就是 SLP， 它有无上限的产量，然后你跟别人在游戏里面对打赢了的时候就可以赚到这个 token。你也可以做 quest 完成 achievement， 或者你的 account level up，还有就是 Guild and Faction Wars 的时候也可以赚到这个 token。 至于 EOT 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是可以拿来买 icons， 可以买 Sigil 的 Forge， 可以制造 Sigil， 也可以 unlock 或者 upgrade Sigil 的 enchant 咯。为了不要让 EOT 像 SLP 那样就是无止境的一直产生IoT 的团队就是会弄一个机制，让玩家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赚取特定数量的 EOT。 Basically 就有一点像 Splinterland 的 DC 的 Capture Rate Mechanism 啦。比如说一开始你会有 100% 的 EOT Capture Rate， 每玩一场你的 Capture Rate 就会减少，你的赚的 EOT 也会跟着 Capture Rate 下降，变得越来越少，然后你就需要等一段时间来让那个 Capture Rate 慢慢的恢复咯。至于另外一个 token 呢，就是 Crystal Token COT， 这个就是他们的 Governance Token， 也就像 Axie Infinity 的 AXS 咯。它的总量是300 million 个，然后他们会 set 每一天有一个国大，玩家可以从那个国大里面就是赚到一定数量的 COT 啦。
然后这些 COT 呢就可以从 Daily Quest Achievement 你的 Account Level Up 玩游戏的时候用一些 Special 的 Sigil Guilds Factions War 比赛还有 Create to Earn 这些项目来赚取啦。Create to Earn 呢应该就是像 Splinternet 那样，你就是可以在 Forum 写自己对这个游戏的感想，或者写攻略啊，拍影片啊，总之就是弄一些 content 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就是得到 COD as 你的奖励咯。然后它的用处呢，就是 Embedding Sigils upgrade 你的 Embed Sigils， 还有就是可以拿来 stake 或者参与它的 DAO 咯，投票啊之类的。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就是了解他们怎样分配他们的 token 的话，你就可以到他们的 white paper 去看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团队啦。他们多数是来自之前的一个叫 Draft Buff 的 project， 这个 project 持续了差不多2年，拥有 150k 个用户，在 App Store 上面有 4.7 星的好评哦。然后现在他们就完全专注在 Icons of Tia 这个新的项目啊。这个 project 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是因为他们的团队都是公开身份的，不像一些其他的项目就是匿名的，那些项目风险就会比较高啦。然后 IoT 的其中一个 co-founder 兼 CEO， 他本身就有在 Amazon 做过工的 software developer， 然后另外一个 co-founder 兼 game lead 也是曾经在 Microsoft 上过班，然后也当过 Pixvana 的 product manager 和 senior engineer 咯。另外这个 project 的 chief marketing officer、art director 还有 product manager 全部都很有经验，所以单单从他们的团队这样看，让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信心加分很多啦。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一点就是这个公司是在美国成立的，然后由于美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比起其他国家严格得多啦，所以这个项目要跑路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可信度也更高。然后他们的其中一个 investor 是 HashVC， 是一个在韩国蛮大的就是投资加密货币的公司。他们早期也有投资其他比较大的项目哦，就有包括 Axie Infinity 啦、Blancos Party 啦、The Sandbox， 然后 Gods Unchained、Decentraland 等等，都是一些比较有名气的游戏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 roadmap， 大致上可以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游戏的构思、token sales 还有一些 pre-sales。第二个阶段就是 Alpha、Open Beta 和 Public Game Launch。第3个阶段就是 Faction Wars 和 Create to Earn。第4个阶段就是 Governance 和 Polish 游戏。游戏的 Alpha Game Launch 大概会是在今年的 Q2 就可以玩了。Beta 和 Public Launch 呢，分别是在今年的 Q3 和 Q4 咯。当然这些都只是估计，而且随时会改变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得到最新的 IOD 消息的话，可以加入他们的 Discord server， 我们会把他们的 Discord link 放在 description 里面。他们近期会有一个申请 whitelist 的活动，这个活动是从1月14号开始，成功被列入 whitelist 的人就可以参与他们在1月31号的 Early Genesis NFT Sale， 也就是可以比普通玩家更早的加入这个 NFT Sale。这些 NFT 的数量是有限的，尤其是 rarity 比较高的，就比如 Epic Skin 总共才有920个，更稀有的 Legendary Skin 只有不到230个而已。如果你进不到 whitelist 的话，你就只能等到2月1号的 NFT Sale 才能买剩下来没有被别人买掉的 NFT 咯。最后也就是你们最期待的，就是在这一集影片的 giveaway， 我们会送出2份价值$50的 Icon Pack。IOD 团队会选出2个赢家，要参与这个 giveaway 的话，就点进去我们的 glim.io link， 然后按照指示完成每个步骤。我们也是会把这个 link 放在 description 里面的。要是你们不想错过我们以后看上的 project 和他们的 giveaway 的话，请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哦。拜拜。